本是小安利的尼姑，可近来却总是恶心想吐，于是我急忙到医院检查身体。太太，恭喜恭喜，你有喜了。医生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，因为当初我就是怀不上孩子，才被前夫一家赶出来的，却没想到2年后的今天，我竟然怀孕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孩子也让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不能生育的那个人不是我，而是前夫。为了一雪前耻，我换上了性感的衣服，随即拨通了前夫的电话，是要将当年所受的屈辱全都还回去。我叫素碧，2年前还是一个富太太。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丈夫有钱又体贴，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肚子却始终不见什么动静。公公婆婆开始冷言冷语，丈夫更是对我表现出了不耐烦。你光整天哭有什么用？哭能哭出儿子来吗？我是3房合一子，我没儿子，我们严家就绝了后，断了香火。再说我们家那么大笔产业谁来继承？就是因为你不能给我生儿子，我们严家所有的长辈见了我都训斥我。我曾劝丈夫一起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可丈夫对此却斩钉截铁。我不去检查，真的，我可以发誓，问题绝不在我身上。我可以100%的告诉你，不能生孩子的肯定是你。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呢？反正我用不着检查的。原来丈夫已经在外面有了情人，并且对方还怀上了他的孩子。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丈夫把我约到了一个咖啡厅，当着我的面宣布了他们间的关系。她肚子里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有5个月了。那一刻我如遭雷击，没想到铮铮誓言还在耳边，丈夫竟喜欢上了其他女人，并且2人还有了孩子。而讽刺的是，在这个家里，我竟是最后才得知这个消息的人。其实丈夫这次约我出来是有目的的，为了给新女友一个名分，他以我不能生育为由提出了离婚，并且还要求我净身出户。由于我不能为严家带来个一子半二，所以最后被迫同意了他的要求。离婚后我心如死灰，心灰意冷之下选择了到尼姑庵出家。可师太看出我烦心未尽，于是让我在尼姑庵代发修。自此之后，我成为了庵里的一个尼姑。本以为我会在这里平静静地过完下半生，却不料这天一个富家公子的到来，又在我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小伙子名叫文祥，父亲是国内有名的外科医生，家里权势滔天，就连这座尼姑庵都是他家投资建造的。为了让文祥考上医学院，父亲特意安排他到清静的尼姑庵来复习功课。尼姑庵本不许男性随意出入，可师太念及文祥父亲对庵里的贡献，又见他待人温和、知书达理，料想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。殊不知，这个小伙子的到来将会搅得整个尼姑庵天翻地覆。由于我长得漂亮，刚到这里，文祥就直勾勾地盯着我看，这让我感觉到自己被冒犯。而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师太竟然安排我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。我每天早上得帮他准备早餐，中午得帮他洗衣服，晚上睡觉前还得帮他冲好奶粉。所有这些我都无怨无悔。可是这天在给文祥送衣服时，我却意外撞到了污浊的一幕。以后洗澡把门扣上。第二天，我给文祥做好了早餐，可他还是一个劲地盯着我看，并且还轻浮地向我说道：师姐，真对不起，以后我洗澡一定把门扣上。这天我在佛堂听师太讲经时，文祥悄悄地来到门外，结果害我不小心走神，又遭到了师太的一顿训斥。晚上在给文祥冲奶粉时，我问他白天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。没有什么事，因为我老半天没有见你，所以……其实经过这几天相处，我发现文祥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。临走前，我劝他洗澡时别用冷水，需要热水时可以叫我。可文祥说自己身体好就喜欢冲凉，结果第二天一早我就见识了他的身体。这天我去叫文祥吃饭，却发现他并没有在房间。来到阳台，发现他正在海边晒日光浴。看着那年轻又充满活力的身体，我的心里小鹿乱撞，于是便不由得替佛祖多打量了几眼。可占了便宜，迟早是要还的。晚上我正在浴室里洗澡，文祥拿着他写的情书，偷偷摸摸地溜进我的房间。离开时正好看到我在洗澡，于是我的身体也被他看了个精光。
或许是太过激动，文祥一不小心弄出了声响。谁？我急忙披着浴巾走出浴室。谁在外面？是我。你在干什么？我问你在干什么？师姐，你真美呀！我生气地反手扇了他一个耳光。可回到浴室，看着镜子中绝美的容颜，我的心里又不禁泛起丝丝涟漪，红颜易老。难道我真的要这样终老一生吗？回到房间，我发现了文祥放在桌上的那份情书。时间是我的，时间也是你的，让我们一起送走黄昏，让我们一起迎接早晨。文祥的表白一时间让我心乱如麻。面对这样一个深情又俊美的少年，我担心自己把持不住，于是第二天便向师太请了假，准备到山下去躲避几天。可感情之火一旦点燃，便很难扑灭。我越是想忘记这件事，就越是忘不了。内心的纠葛和苦闷折磨得我痛不欲生。这天我到海边散步，竟意外看到了文祥和他的女朋友。我心里有些不高兴，没想到我仅离开几天的时间，文祥竟将他的女友丽丽带来了安宁。我本打算偷偷离开，可这时文祥也看到了我，他把丽丽带到我的身边，还介绍我们俩相互认识。只是这烧过头的热情让丽丽心里产生了怀疑。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我的心里突然感觉酸溜溜的。送走丽丽后，文祥便迫不及待地来房间找我。师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你不是早就偷偷进来过了吗？进屋后，当我问起刚才那个女孩是不是他的未婚妻时，文祥立马否认。不是，是朋友，我们没有订婚。真的，我们是朋友，不过挺要好的，是朋友。见我一直默不作声，他又一个劲地解释。真的，我们从小就是同学，经常在一块玩，他们家离我们家挺近的，所以……瞧你，我只问了你一句，你就说了那么多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岂会不知文祥心里在想些什么？于是当他问起我为什么提前回来时，我借坡下驴，给了他一些暗示。我在山下这几天，心里一直觉得很不安。为什么？我那天晚上不该打你。文祥听后明显抑制不住的喜悦，可不巧这时师太前来找我。原来近期将会有台风登陆，师太让我去后山加工树苗，到时把文祥也一起叫上。看着文祥不停地击打木桩，那一锤一锤的，简直锤进了我的心里。我虽身没动，汗却出得更多。都说美色是考验干部的试金石，显然我没有经受住诱惑。加固完树苗后，文祥又陪我到杂物房取东西。下楼时，我一不小心跌落进了他的怀里，在慌乱中又不慎弄掉了头上的帽子，露出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。文祥这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怎么，你不是尼姑？你为什么要假扮尼姑躲在深山里呢？是不是你家里出了什么事，你逃出来的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了你，你才躲到这儿来的？面对文祥的一再逼问，我却什么也没有说，因为这不仅是我一直不愿触碰的伤疤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害怕说出来后，文祥也会离我而去。见我如何都不开口，文祥也开始生气了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好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你走吧。晚上我到房间去给文祥冲奶粉，却被文祥反手扔出了窗外。显然他还在生我的气。在文祥的一再逼迫下，我最终因身体不支晕了过去。当我醒过来时，文祥还陪在我的床前，感恩于他的关心。于是我向他道明了事情的原委。我不会生孩子。接着我把自己为什么与丈夫离婚，我是怎么被赶出来的，以及为什么会上山等所有事情全部都告诉了文祥。听完我的悲惨遭遇后，文祥气愤极了，她一边痛斥我的丈夫冷酷无情，一边又说我活得太窝囊，只知道忍气吞声的接受。怎么，他们这样翻脸无情，你就算了？也不能全怪他们。你有什么错？谁叫我不能生孩子呢？就因为这个把你一脚踢出了门，你说他们这样对待你公平吗？我万万没想到文祥会为了我的事情发这么大的火，这是我自上山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别人的关心和重视。文祥说，像我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为什么不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？
却反而跑到这个深山老林来当尼姑。因为我要保留一个干净清白的身子，为我自己，也为了他。什么？为他？是的，就因为我不能生育，我心里总觉得对不起他们严家，对不起我那个丈夫，因为我爱过那个人。我真想不到，你居然还要为这样的人保留一个干净清白的身子。可他早就背叛了你，跟别的女人结了婚，还生了孩子，而你……文祥越说越激动，竟情不自禁地拉住了我的手。看着他炙热的眼神，我吓得赶紧把手缩了回来。可此时的文祥再也忍不住内心的躁动，冲上来一把抱住了我，肌肤的亲密接触唤醒了我早已干涸的内心。可片刻后，我又吓得一把推开了他。不，我们不能这样，万一让师父知道了呢？怕什么？师太明天一早不就下山了吗？那这样，明天下午5点钟，我在那个仓库里等你，好不好？5点钟，我等你，你一定要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师太便下山去了。5点过后，伴随着纠结、犹豫与慌张的心情，我最后还是来到了后山的柴房。此时文祥早已经在柴房等我。当我走进去那一刻，他突然从后面冲出来抱住了我。我吓得一把推开他，可看着他深情的眼神，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冲上去抱住了他。于是那天柴房里所有的干柴都被大火烧了个干干净净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和文祥度过了一段幸福开心的日子。在爱情的滋润下，我也渐渐变得阳光和乐观起来。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？这天，我和文祥在柴房嬉笑打闹的一幕，竟被路过的一个老尼姑无意间撞到。然而还没等他向师太告发，我的身体却先出现了问题。这天在厨房干活时，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想吐，结合近段时间来身体发生的变化，一股强烈的不安充斥着我的内心。为打消内心的疑虑，于是我急忙到医院去检查身体。可没想到医生的一席话却让我大吃一惊。太太，恭喜恭喜，你有喜了。我顿时被吓了一跳，以为当初我就是怀不上孩子，才被前夫一家无情赶出来的。片刻的冷静后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不能生育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前夫。我特意打扮了一番，接着又订了一个豪华的酒店，随后拨通了前夫的电话。是谁呀？声音挺甜的嘛。你管得着吗？怎么，问问都不可以吗？问问，那么多男人给你打电话，我问过你吗？你混蛋！半个小时后如约而至，在看到我如今还年轻貌美时，这个无耻的男人一改往日对我的冷脸。你还是那么漂亮，比以前更漂亮呢。你别忘了，我是一个深山小庵里的尼姑。接着他又开始花言巧语，说分开的这几年其实一直都没有忘记过我。看着这个我曾经深爱过却又无情抛弃了我的男人，我尽力压抑住心中的怒火。当我问起这几年来他过得怎么样时，他突然一脸愁容，说现在自己过得形同水火，那个女人根本没法跟我比。他很怀念我们的过去，要是有可能的话，他真想跟我复婚。说着又凑到我的身旁，见我没有反抗，于是起身去把酒店的房门锁了，想要与我温习一下这几年来旷下的功课。你想干嘛？我们有过夫妻之情，别碰我！怎么？我肚子里有孩子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怀孕了。可前夫根本不相信，直到我拿出医院的化验单，他顿时黑了脸。这就是我特地请你来想要当面告诉你的事，明白了吧？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没有权利问我，你无耻！你没有资格骂我。我想错了，我以为你离开我以后，你还会洁身自好、守身如玉的。是的，我所以上山当尼姑，就是想要为你保留一个干净的身子，因为我曾经爱过你，曾经是你的妻子。说的真好听。我不是说，我是这样做的。当初你们逼我离婚，等于把我推上了绝路，我怪你们了吗？因为你们说我不能生孩子，我相信了。
我还一直觉得我对不起你们严家，可现在我倒要问问你，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，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反正我不能没有儿子，我们严家不能断了后。断了后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爱我吗？你爱我什么？你不过是爱我能为你生个儿子。你把我当人吗？你把我当你的妻子吗？你跟你的父母不过是把我当做一个生孩子的工具，传宗接代的机器。一旦达不到目的，你们就把我一脚踢出了门。刚才你说你痛苦，可当你寻欢作乐的时候，你想到过我的痛苦吗？这张化验单让我清醒了，它告诉我，我是人，我是一个正常的女人。过去我太傻太软弱，我总是责怪我自己，认为你们是对的。我现在才看清楚，你跟你的父母不过是最自私、最残酷、最没有人性的东西。你不许侮辱我的父母！侮辱？你们对我的侮辱还不够吗？见说不过我，前夫准备扭头离去，可我又怎肯就这样放过他？当初我曾劝他一起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可他却自信地说自己100%的没问题。那么我今天要100%的怀疑你是不是一个能生育的男人。无聊，你不是不知道我已经有个2岁的儿子。天知道那孩子是谁的。我看你这个女人是疯了。哼，我奉劝你到医院去一次，科学是不会骗人的。尽管前夫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，可我的话也让他顿时清醒了过来。难不成自己真成了接盘侠？回到家后，前夫立马抱过他的儿子到镜子前比较，却发现儿子跟他一点都不像。接着他又到医院去检查身体，然而医生的一席话却让他如坠深渊。很遗憾，先生，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你，我们已经给你做了精液常规化验，你这是属于精液质量异常，所以你的太太是永远不会受孕的。前夫气急了，回到家后，他立马去质问妻子：你说，这个野种到底谁的？谁的？哼！老实告诉你，跟我睡过觉的男人多得很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前夫彻底崩溃了，当了接盘侠不说，这下竟连接了谁的盘都不知道。夫妻俩一怒之下打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我回到了尼姑庵，却发现温香已经离开了，只给我留下了一封信。信上说他十分珍惜我们间的感情，准备回家去恳求父亲，希望他同意我们俩在一起。只可惜温香此行并不顺利。老爷子在得知我俩的事情后大怒，作为如此体面的家庭，他不允许温香娶一个比他大10多岁的尼姑进门，于是一怒之下把他关了起来，并且命令永远都不许与我见面。我已知后患，隔天他又带着10万美金找到师太，让师太把钱转交给我，并让我以后不准再与文祥来往。同时他又暗示师太，让师太把我从尼姑庵赶出来。领命后，师太立刻返回庵里，然而他还没到，我的前夫却先一步到了。他提着一箱钱来找我，想要我跟他到美国去，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然而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我又怎么可能还会相信他的花言巧语？我们的一切早就结束了，你不要再做梦了，我是永远不可能再跟你在一起的。就在这时，2个警察也来到了庵里，他们以涉嫌杀人为由，将前夫逮捕了。原来前夫在离开前与妻子大吵了一架，不小心失手把妻子打死了。等警察和前夫走后，师太把我叫到了房间，她质问这段时间我都干了些啥。你既然想做一个出家人，怎么敢在庵里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？你的胆子可真不小。为了维护庵里的清誉，也为了给文祥父亲一个交代，师太最终将我赶了出来。临走前，他把文祥父亲给的10万元钱转交给了我，这简直是对我赤裸裸的侮辱。我最终没有接受这笔钱，而是失望地离开了庵里。我来到海边，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失落和迷茫。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去何方。而城市的酒吧里，被父亲关了几天的文祥又和女友丽丽走到了一起。在他的世界里，我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过客罢了。激情消失过后，我们俩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。
而明知闻香得行的丽丽却仍选择和他走到一起。在丽丽的身上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，只不过是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罢了。